睁大你的眼睛看着，今日城下每一个人的死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只求你，有我一命，我双儿一命。放他，让他平安离开。秦氏罔顾军纪，杀我将士，关入营中大牢，军法严处。谁敢？本宫是太后，真正的大姚之主，区安南王，竟敢以下犯上处置本宫！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自然知道我跋扈惯了。罪不容诛之人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本王也照杀不误。李维身负先帝血债，此仇不报，国威何存？我下令射杀他，何错之有啊？你还有脸提我皇兄？当日若不是你蓄意谋杀，待我皇兄出宫，他就不会遇刺而亡。我本为圣主和朝局着想，本想留你一命，不想你利欲熏心，竟疯魔至此。李维单枪匹马前来，本意求和。他身后站着的是我军被俘的将士，他们为国浴血，没死在太近，转头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你究竟是想杀黎威，还是想趁机铲除朝堂一己？无凭无据，欺君罔上，污蔑本宫。没错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，就是那个让你们闻风丧胆的悬疑客。什么？悬疑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乱臣贼子，竟然堂而皇之审判本宫！不可能，安南王绝不可能叛国。是啊，可是根据当时战报，以悬疑客之骁勇，当今世上恐怕唯有安南王能与之比肩了吧？先帝崩逝，我等皆以为你是悲痛过身暴毙而亡，不想却是你假死脱身的伎俩。今日当着各位臣工的面，你敢不敢说出你消失的1年间，人在何处，又做了些什么？悬疑客，
是我。但我当时身有异样，全然忘了我是安南王。既然安南王供认不讳，那今日本宫就以太后的名义主持公道。来人，将安南王拿下，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太监女将军离霜同诛。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做的事情，我会一力承担。但在我领罪之前，我要除掉这个谋害君王、枪杀同胞的毒妇。皇兄，臣弟拜见陛下。拜见父皇！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们要造反吗？你们在拜谁？我儿子玉儿才是大汉皇帝！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段郎，你等这一天很久了吧？当日，以假权敖登涉险骗朕出宫，企图用邪术控制朕。敖登以身相救，却中了你们的邪术。这1年间，你一直勾结奸人谋害于他。今日竟又要对他痛下杀手，你已经是大妖之主，为何还要将他赶尽杀绝？因为我恨他。从我嫁你第1天起，他就只认姐姐是你妻子。那我呢？后来我杀了姐姐，骗你引下情种，诞下玉儿。我想，就算我得不到你的爱，我玉儿也可以得到天下。可有一日，我经过御书房，却听到你要将皇位传给段敖登。为什么？玉儿是你的亲骨肉，为什么你就容不下她？皇兄容不下的是你。挡我路的人都得死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既然玉玲珑这么危险，为何还要把她留在世上，贻害无穷呢？玉玲珑有助人力量大增之效，它的存在并没有错，有错的是那些居心叵测、想要借用它的力量去伤天害理的人。可是这种力量，却要让另外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总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在想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，能让银藕与血主之间没有反噬之苦呢？你说话归说话，手别停啊！
言而有信，愿赌服输。照你这个速度，1000捆的草药，你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倒好呀？本山主医道之精，能把死人救活，也能与阎王争命。昨日的比试题目皆同儿戏，我不屑于你就是了。儿戏？你可知诸如花眼、虫齿、腰酸、腹泻、月性疼痛这些，虽说不是什么大病，恰恰都是平民百姓最常患的疾病。既是常患，民间肯定早已有药可医。民间现有的方子只可缓解，不可根除。你背靠武陵山，不想着攻克奇难绝症，却一门心思钻研走向药郎的事情，岂不是浪费时间？只要下药够准，药效够快，我就没有再浪费时间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倒。你能让人起死回生，我能让人无病无痛好好活着，两者都值得尊敬，不是吗？这些草药都是寻常药材，就算要做研究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吧？好好捣药，先遵循我们的赌约。我自有打算。我堂堂山主，自然是要知道我山中药材的去处。好好捣药，我去吃一个肥龙酱。之后我们每一次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就种一朵新的花，直到漫山遍野，都是我们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安大王，太后去李爽的碧苑了。太后去过？没错，只怕二人暗中勾结，对您不利呀。陛下是何？本王亲自给李爽送过去。这样使不得。要是不给他机会，怎能看他自寻死路呢？这是尧帝的车驾，
大家分头包围。段敖泽，李卫，今日胜之不武，但为了天下苍生，必须将你生擒。眼下，姚人遣使议和，有些条件自不能相让，但也理应遣返战俘以示诚意。这面军旗也一并返还。你怎么了？晚辈失礼，身体突然不适，先行告退。奥德，你没事吧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们都不能马虎。你方才说，苏牧阳为了那个女将军，与她生了嫌隙。是。这天下之事，哪怕是两国交锋，所求无非一个利字。只要我出的条件优厚，我相信苏牧阳会愿意帮本宫这个忙。太后英明。陛下，贾世宏私吞赈灾钱粮一案，经多方查证，现已证据确凿。陛下为何迟迟不肯定罪？此案如何裁夺，自有胜断。你几次三番在陛下面前指手画脚，出言不公，难不成是想造反？历朝历代，但凡明君，必先百姓之忧而忧。赈灾一案，事关民生，请陛下万不可忌惮权臣，枉法偏私。请陛下万不可忌惮权臣，枉法偏私。众卿不必争执，朕已有裁决。九清郡郡守贾世宏以权谋私，贪没朝廷赈灾粮款，现已查实。即日革职查办，没收全部家产。五福家属
九族亲眷皆以同罪论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，放开我！我乃国相，岂可任意连坐？国相口口声声称与那罪臣亲之又亲，又何来冤枉一说呢？况且，若非念及你两朝之功，特派专人详查，怕是到死也查不出你犯下了弑君大罪。怎该如此？苏牧阳，你……单金宝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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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！陛下。陛下真是好心智，从前臣妾的寝宫，陛下若是无事，便一步也不肯踏足。如今在这天牢里，你倒是喜欢来了。他们为何给你用如此重刑？收起你这副假惺惺的嘴脸！你做小伏低的演了这么久，还不过瘾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铲除了我这唯一的障碍，他李霜的封侯大典就近在眼前了吗？事已至此，你在意的仍然只有皇后之位。如此眼界，怎配与朕平起平坐呢？从始至终，你对我都视若无物，除了后位，我还能在意些什么呢？要不是当年我屈尊下嫁，让你攀上了相府的权势，你还有命活到今天吗？你的自以为是，还真是跟你爹一模一样。你当真以为朕能活到今天，是因为背靠了你季家这棵大树吗？是先皇不想让我死，因为朕的这条命，与和你的婚姻一样，都是为他挡杀的妻子而已。这是朕自己夺来的江山，可你季家却想要坐享其成，朕岂能轻饶？以我结发一trận，你可曾有一时一刻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吗？正因为你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我才不忍心。过来。这是珠钗，早在路程的时候便想送给你，但你却没有收下，
如今还是到了你的手里，你便带着他出席封后大典，可好？丞相算计一生，没想到最后被自己的狂妄蒙蔽双眼，竟不识黄雀在后，暴毙宫中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们一家才刚死，陛下就张罗立后的事，当真是日理万机，一刻也不得闲。你在指责朕？3年前，若不是先皇指婚，我们又岂会天各一方？朕不过是想弥补一下遗憾，难道有错吗？朕知道你心里有晋安，但朕可以许他高官厚禄，一辈子荣华富贵，算是对他的补偿。敢问陛下，这补偿到底是对晋安，还是陛下心中的鬼？晋安身负神力，怎可能轻易被掳走？是你在那日他的酒中下了空清水，抑制他的功力，厉王横死，你声称是晋安所为，那是因为你知道羊入虎口，他就没有机会活着回来。你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晋安，就不怕有一日遭到天理报应吗？